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自小米12S Ultra 发布以来，热度一直不减，不仅几乎所有媒体人都在夸奖，在刚过去的7月的某平台手机好评榜上，小米12S Ultra 位列榜单第一。因此 Tiger 丢掉了 iPhone 13 Pro， 借来了一台小米12S Ultra， 使用几天不用不知道，一用之后发现是真香。下面 Tiger 将从外观、屏幕、性能等方面来一一讲述它们的区别，并且说出自己的使用感受。拿到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先看外观。 iPhone 13 Pro 延续了苹果一贯的浴霸式镜头模组，非常的具有辨识度。与 iPhone 12 Pro 相比，3个摄像头都大了一圈，而小米 12S Ultra 抛弃了 11S Ultra 的镜头模组设计，采用了今年流行的天圆地方和对称式设计。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夸张，但是细细品味之后会发现，这次的镜头模组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值得一提的是，看起来最大的那颗镜头其实是超广角，主摄藏在镜头模组的左边。屏幕方面， iPhone 13 Pro 搭载的屏幕非常出色，由三星量身定制，尺寸为 6.1 英寸， 120Hz ProMotion 刷新的体验要比安卓好很多。这块屏幕的分辨率为 2532×1170， 得益于屏幕尺寸比较小，像素密度达到了 460PPI。 小米 12S Ultra 的屏幕依然是由三星供应，尺寸为 6.73 英寸，分辨率为 3200×1440， 显示效果很细腻，支持第二代 LTPO， 支持 120Hz 刷新，峰值亮度为 1500nit， 在强光下也能看得清屏幕的内容。另外，这块屏幕还支持杜比世界和 HDR10+ 显示，单论显示效果， iPhone 13 Pro 的屏幕会更好一些。众所周知，无论是高通还是联发科，都一直在追赶苹果的芯片。作为满血版 A15， 跑分自然是高于小米 12S Ultra 搭载的骁龙8加 Gen 1，但目前手机芯片的性能已经过剩，若是日常使用，根本感受不出两者的差距。若是经常打手游， Tiger 建议在空调房里打，现在气温动辄35度往上，无论用什么芯片都会发热严重。这次小米和的徕卡牵手，以及高达1英寸的大底，让小米 12S Ultra 的影像能力赚足了眼球，而强联手带给消费者们的是确实不错的拍照体验，特别是徕卡的独有滤镜以及 logo， 格味简直不要太浓。iPhone 13 Pro 的影像能力看着平平无奇，毕竟是祖传的1200万像素，不过 iPhone 的成像能力一向不与像素挂钩，1200万像素就可以和安卓5、6千万像素的手机分庭抗礼。不过长期使用下来， Tiger 发现 iPhone 13 Pro 的拍照有个致命的缺陷，逆光拍摄人物的时候，人物会像抠图一样。同时 iPhone 祖传的鬼影在 iPhone 13 Pro 上面也没有所好转，所以 Tiger 更喜欢用小米 12S Ultra 拍照。不过在视频方面，虽然小米 12S Ultra 是首款支持 4K 60fps 杜比世界视频录制的安卓手机，而且3颗后置镜头都支持原生 8K 视频拍摄，但和苹果相比，小米 12S Ultra 就显得十分稚嫩，无论是防抖还是视频的流畅程度、色调， iPhone 13 Pro 都更胜一筹。而且苹果电影模式的加入，大大降低了视频的拍摄门槛。续航方面，无论是从数值还是从实际使用体验来看，小米 12S Ultra 的使用感受都要比 iPhone 13 Pro 好很多。小米 12S Ultra 的电池容量为4860毫安时，而且带有小米澎湃 D 要电池管理芯片和小米澎湃 P1 智能充电芯片的加持，续航表现非常出色。虽然有线充电67瓦的功率已经是去年的水平，但已经够用了。iPhone 13 Pro 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比较寒酸了，电池容量只有3095毫安时，有着 ProMotion 和 A15D 功耗。iPhone 13 Pro 的续航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续航还是不如小米。至于充电功率，苹果祖传的20瓦放在如今的安卓机面前，恐怕会被绝大多数的安卓机吊打。不过苹果的生态是它最宝贵的东西，这也是许多苹果用户不肯更换阵营的原因。苹果全家桶的使用体验真是太妙了，相较于苹果，小米的全家桶却没那么的吸引人，在苹果面前仿佛是一个婴儿。但苹果系统仍有许多限制被人诟病，不能很方便的长截屏，不能双开微信等，若有多台手机不能双开其实影响不大，可是大多数消费者仅有一台 iPhone， 这种情况下有着诸多不便。所以打算更换阵营的用户不如试试小米 12S Ultra， 这可能是目前唯一能和苹果打得有来有回的机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我们下期再见。